天塌了！就在4月9日凌晨，美国对中国商品寄出了104%的超高关税，简直是往中国经济的心脏上狠狠插了一刀。更别提那90%的小包裹关税，直接把 Temu、Shine、速卖通这些靠低价血拼市场的中国电商巨头逼到了悬崖边。这还不算完，白宫还放话，北京不服就来谈判，否则等着瞧。川普这商人总统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一出手就是绝杀。这次关税风暴来得太猛太狠。就在4月8日，白宫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104%关税，理由是北京没能在川普给的最后期限8日中午前取消34%的报复性关税。结果呢？中国商务部嘴硬喊着奉陪到底，川普直接甩出重拳，把关税从原来的34%加码到50%，再到现在的104%。这哪是贸易战啊，简直是把中国往死里逼。更扎心的是，美国还把$800以下小包裹的免税政策彻底废了，愣是给这些包裹加上了90%的关税。过去，中国电商靠着这条生命线在美国市场横冲直撞，现在好了，川普一纸行政令，直接把这条路堵死。根据美国海关的数据，2024财年通过小额免税政策进入美国的包裹高达14亿件，其中大部分是中国电商的低价货。这下全完了，90%关税一压，$3的袜子得卖到$5.7 ，$15的手表直接涨到$28.5，谁还买啊？这波关税打击有多狠？咱们算笔账就知道了。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，2024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高达$3000亿，而中国对美出口中有超过10%是靠小额免税包裹撑起来的。现在104%关税加上90%小包裹税，中国商品在美国的价格直接翻倍都不止。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冷冰冰地预测，中国电商商品价格将上涨20%至40%，这还是保守估计。要知道，很多中国卖家的利润率本来就只有10%至15%，这下关税一加，别说赚钱了，不亏本都算烧高香。更惨的是那些小商家。根据中国跨境电商协会的统计，目前在美国市场上活跃的中国卖家超过50万家，直接带动就业超200万人。这些人里有40%的商家年销售额不到$50万，全靠薄利多销苟活。现在政策一变，等于直接断了他们的生路。业内人士透露，至少30%的商家会因此破产，60万人可能丢饭碗。这还没算上物流、仓储、包装这些下游产业的连锁反应。想想看，200万人的饭碗摇摇欲坠，中国经济还能撑多久？再看看大佬们，拼多多股价4月8日应声暴跌8%，Temu 和 Shine 的母公司市值一天蒸发几十亿美金。花旗银行的报告毫不留情地指出， Temu 号称在美国建本地仓库应对危机，可实际上连10%的业务都覆盖不了，纯属自欺欺人。Shine 也好不到哪去，靠低价血拼的模式，一旦没了免税撑腰，基本就是等死。美国银行的分析师更补了一刀，这些中国电商还是 Meta 和 Google 的广告大户。2024年占 Meta 收入的12%，现在广告预算一砍，数字营销的闪电战也得熄火。关税只是开胃菜，真正的噩梦还在后头。4月8日中午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破 7.4， 创19个月新低，直接冲上热搜第一。网友炸了锅，有人惊呼汇率要奔8去了，有人怒骂这不是贬值，是跳楼，还有人无奈地说股市跌我忍了，汇率也崩，我真看不下去了。专家们也慌了。渣打银行的 Becky Lu 警告，北京可能在有管理的贬值，想靠汇率拉出口，
可这招风险太大。杰夫瑞的布拉德·贝克泰尔更直接，预测人民币贬值概率高达 75%， 幅度可能达到 20% 至 30%， 那就是跌到9甚至10。桥水基金的达利欧倒是乐观点，说北京可能会拿升值换谈判筹码，但谁信啊？彭博社爆料，北京的汇率软红线 7.2 已经守不住了，离岸人民币下一步可能奔着 7.5 甚至8去。贬值真能救中国吗？看看历史就知道了。2022年日元贬值 13%， 日本贸易逆差反而创纪录。2002至2012年人民币升值 32%， 中国出口却涨了7倍。贬值促出口？笑话，只会让进口成本暴涨，通胀飙升，最后吞噬利润。网友一针见血，美国为啥不让美元贬值？因为他们知道这招是饮鸩止渴。更可怕的是资本外流。2015年人民币贬值时，资本外流直接搞乱了国内经济。现在情况更糟，关税压顶，汇率失守，投资者信心早就崩了。金融时报引用亚洲对冲基金大佬的话，人民币再贬 10% 至 15%， 全球货币都得跟着抖3抖，企业还怎么活？面对川普的狂轰滥炸，北京啥反应？截至4月9日，烙饼师傅还没吭声，商务部只会喊奉陪到底，可底气呢？没了。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放话，川普等着北京来电谈判，但美国利益第一。川普自己也在真相社交上挑衅，他们会打来的，我很确定。这语气摆明了把中国当砧板上的鱼。Timio 和 Shine 去年在美国建仓库，想学亚马逊曲线救国，可花旗银行泼冷水，这点仓库连总业务的 10% 都撑不起，成本还高得吓人。财报显示，中国电商在美国市场的毛利率也就 20% 至 25%， 仓储费 8% 至 12%， 物流费 5% 至 8%， 算下来利润基本被吃光。聪明卖家想把高价货放仓库，低价货走小包裹。别做梦了，美国商务部数据说 85% 的中国电商商品单价不到$50，全放仓库成本翻倍，压根玩不转。更狠的还在后头。知情人士透露，美国商务部正酝酿新规，所有境外卖家必须在美国注册公司，交保证金，公开供应链。这要是落实，多少中国小卖家得直接倒闭。彭博社还爆料，美国海关2024年查出的假货 69% 来自中国电商。2024年不合格商品召回中 73% 是中国造。这些黑历史在华盛顿眼里就是收拾你的铁证。这波打击只是开始。巴克莱的分析师辛格直言，跟2018年贸易战比，现在中国连转移供应链的余地都没了。越南、柬埔寨这些中转站也被美国盯上，高关税一压，谁还敢接盘？摩根士丹利的邢自强警告，如果其他国家跟美国谈妥降低关税，人民币压力更大，北京再不转型就真没戏了。看看数据多吓人，过去10年，小额免税包裹从 1.39 亿件暴增到 13.6 亿件，涨了近10倍。2023至2024年，中国电商在美国市场份额从 10% 窜到 17%， 把美国零售商打得满地找牙。可如今，川普一招关门打狗，中国电商的好日子到头了。网友哀嚎，这哪是贸易战，是屠杀啊！更讽刺的是，前几天商务部还在喊支持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，现在看这话跟笑话似的。低价套利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，中国经济这艘破船还能撑多久？60万商家，200万就业岗位，3000亿逆差，全在悬崖边摇晃。川普这104%关税加90%小包裹税，简直是把中国往深渊里踹。结尾留个问号，
北京还能翻盘吗？